台湾能够强大更茁壮，我相信我们的子子孙孙他的幸福的保障会更大。但是如果大家在台湾挖墙脚，台湾如果不保，我相信你的子孙也会颠沛流离。这是在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的单元，我们在上周提到中国救市，而中国经过的这个国庆长假之后呢，在10月8号重新开市交易，那么现在是开高走低，那么显然政策有一定的极限性。你知道吗？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最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今天要跟大家来进一步来说明，我相信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当中，以台湾的国庆为起点，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赖清德总统在国庆晚会上，那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75岁，中华民国呢113岁，所以这个祖国之说呢，他说1949年之后国民党来到台湾，但是呢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这个时候呢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回响。那么中国在庆祝75周年的国庆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同样有113年的国庆，中华民国始于1911年，所以最近国庆酒会上，麻生特别提到这个从大正到现在，日本有113岁，所以赖总统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给台湾的人民了解你是从哪里来。那么两岸的关系，他用最简单的话也给大家增加一个轮廓。那两岸的争执呢，也大致上在双方对领土主权的争议，所以我也常跟日本的朋友在讲，安倍首相在说，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常反驳一句话，日本有事呢，台湾不一定有事呢。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长年以来呢，日本在整个跟中国的关系呢，其实它的对立呢更加可怕。也就是说，日本长期以来都在一个中日对抗的一个焦点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研究中心做了一个调查，87%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而中国呢同样对日本呢没有好感。两岸关系还没有到一个深仇大恨的地步，但是日本跟中国呢有非常深刻的深仇大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概最近也看到日本的儿童在918当天被捅了一刀不治死亡，震惊了日本社会。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部他反应非常冷淡，他希望大家冷静，避免政治化。他说中国并没有仇日教义。那这个就是现在在日中关系当中将来日本要面对的问题。而日本现在呢，石破茂担任首相之后呢，他也提出一个新主张，希望半导体供应链重返日本，但是这个看起来要借重台积电的力量。那石破茂当选的日本首相前一天呢，日经指数大跌1901点，他本来是主张日元要强升，但现在看情况不妙呢，他说现在日本的经济情况不适宜进一步加息，也换句话说呢，维持现况而稳健为原则，这是大概现在我们看到的日中关系的变化。我们再看到台湾跟中国现在的演变，除了习近平在讲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以外呢，那么大致上你可以想象得到，台湾在两岸的僵局当中夹在美国跟中国当中，其实这个角力一直都存在。大家看到最近的美国要求台湾增加军事支出川普在讲，他说中国终将攻台喊话台湾要提高国防预算他甚至在讲台湾要把国防预算呢要拉到 10%， 那么这个 GDP 的10%呢是不得了的。台湾现在的总预算大概占 GDP 的 12%， 如果要提高到 10% 的话呢，我们大概整个国家的预算的收入呢全部拿来扩张国防，那这个看起来是知识体大的事。美中的角力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设限现在是不断的加重当中，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面向。这个面向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态势
非常分明。我们可以大概从这当中来稍微解读一下。大家看到很多的外国的 YouTuber 那么他对这个一个中国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荒谬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不断的在诉求民族主义的架构之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连到台湾来探视亲人的朋友也是来台湾展现高姿态的挑衅，最后被驱逐出境。那大家可以看到两岸的关系呢，其实如果在蓄意凸显这里面的仇恨未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将来要面对的。也就告诉大家，廖金章先生讲，他说看不懂中国，只有我们这种老一代懂中国。他说只有谎言才是真的。那在要跟别人签约的时候呢，要把这张纸拿出来，你会少损失很多，就是信用原则。那未来的世界的情势，我想要跟大家来把拜登总统在卸任之前的灵气秋波大家来稍微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讲。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大的重点。第一个呢，他呼吁各国对世局要保持乐观。第二个呢，他呼吁大家呢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所以最近泽伦斯基到了联合国访问，泽伦斯基也见到了川普，川普是最不支持泽伦斯基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仍然在残战当中，即将堂堂迈入第3年。这个第3年，我相信在俄乌战争未来的变化，在美国新总统出来的前夕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新突破值得大家拭目以待。另外一个呢，拜登总统特别讲要防止中东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个战争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以色列突击黎巴嫩，叙利亚的机场爆炸也有人跟以色列有关。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新总统上任之后呢，其实主张跟西方维持一个新的往来。那么中东情势会不会什么演变呢？我们大家看到以色列出动战机，那么他空袭这个胡塞组织，大家看到这个在也门的胡塞组织他也打的。那么这个先前他去进攻黎巴嫩的时候呢，他特别表示以色列并没有要占领黎巴嫩的意思。在中东的情势当中，你看到真主党也向特拉维夫呢发射导弹。那前一阵子跟台湾有关的 BB Call 的事件呢，大家看到以色列它渗透进入到真主党的装备供应链里面，它引爆的炸弹，所以台湾也因为这样被卷进去了。那我们也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领袖呢，他被炸死了，后面有2位后继的领导人，其实他们也都在死亡黑名单当中。所以以色列对抗他的周遭的强权，那大家也看到现在以色列也有反对他的人，他们在街头贴满了纳坦雅的照片。那这个中东的情势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单纯。所以你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探讨，他说中东紧张持续恶化，为什么世界强权阻止不了？这个恩怨情仇难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这个是莱茵金属的炸弹所以你看到德国股市大涨当中莱茵金属今年大涨70几%。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做湾流飞机的通用电力股价创新高，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叫 Loidos， 这是做军用的系统设计的软体公司，股价也是大涨。未来的发展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自身在周遭的危险攻击当中呢，以色列的股市仍然不断的创新高。我借助李东升的一句话，他说实力就是正义，能战才能止战，国防就是硬道理台湾人要看清楚。换句话说呢，在两岸僵局当中，台湾如何武装自己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个是现在我们朝野要好好去思考一个关键的重点，也就是台湾面对外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姿态。拜登总统提到第4点，他说负责任的来相处跟中国的竞争以免变成冲突，所以美中角力看起来是一个长期化的结果。第5点，拜登总统提到反对南海军事胁迫行为，坚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大家看菲律宾的小马可仕上任之后呢，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有大大的改善他跟中国慢慢疏离最近菲律宾铁腕扫荡离岸的博彩业者那限定外籍员工60天之内要离境。地缘政治当中呢，菲律宾的选边站它会牵动到未来的南海的跟台海的情势。那拜登总统
特别提到，我们先看到他说采取集体行动解决新兴技术问题，尤其 AI。那 AI 对未来的独裁领导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是未来人类必须要共同探索的话题。然后呢，你在10月1号庆祝国庆，那这个阅兵当中呢，尹锡悦把北韩当成一个你死我活的对手那台湾面对中国，我相信在过去很长时间，台湾的企业呢以中国为护地，大规模投资中国。那么现在呢，两岸关系如果没有往良善的方向，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或是加重敌意，我相信对未来台商在中国的布局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呢已经杀入了全世界，新的发展的态势之下呢，台湾要站在历史有利的一面。那么在赖总统告诉大家，台湾2300万人，大家生于斯长于斯，台湾能够强大更茁壮，我相信我们的子子孙孙他的幸福的保障会更大。但是如果大家在台湾挖墙脚，台湾如果不保，我相信你的子孙也会颠沛流离。这是在拜登总统告诉大家，未来在几个面向当中，他是最后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但这几个要点也告诉大家未来世界的方向。大家努力克制，不要让军事冲突全面化，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呢，两岸关系呢彼此心存善念，也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中日关系都一样。如果大家蓄意用民族主义呢去让仇恨增加，我相信对区域的平衡跟安全不会带来有好的效果。第三个呢，我们希望俄乌战争早日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第四点，以牙的冲突到目前为止，因为宗教所产生的恩怨情仇，外人很难论断。我们希望存异求同，彼此更加努力。两岸关系呢，大家各自过完国庆日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好好想一想如何共创两岸的未来。那么今天老师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